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武岳老师，大家好。另外，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资深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何荣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着观众朋友先来看的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最重要的一场盛会也就是最近才刚闭幕的4中全会。那历时4天在北京召开的4中全会，它的全称呢是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23号正式闭幕，会中审议通过2万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外界简称是“1055”也就是作为中国大陆未来5年从2026到2030大陆经济跟社会发展擘画的重要方向。而在4中全会的召开前夕，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何卫东，还有军委苗华，总共有9名上将遭到双开除了党籍跟军籍那首先从人事层面来看，想请教武岳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央军委会其实呢是中共最重要的军事决策机构，它的军委主席呢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外加2个副主席，还有4位中央军委。但目前看起来，在名单当中，军委剩下一个刘振立先前传出说有没有可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会入列，但是呢，这次看到并不在名单当中。而我最近看到武岳老师的最新分析是说，其实这个人事的异动这样的一个调度，并不是太大的变化。为什么？应该来看4中全会应该分2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就是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草案，明年要送到全国人大正式审议，开始实施。第2个就是有关于人事的更迭，从3中到4中以来的一些人事更迭怎么更迭？我们讲说大的变化是讲什么？这一次当然某种程度，如果就解放军，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有多大变化？我们看到第一，军委副主席现任军委副主席，就是何卫东，政治局委员被拔除了，是，而且由张升敏来替代。那第2个，你刚刚所说的中央军委会的构成是一个军委主席、2个副主席、4个委员。现在4个委员当中是1缺3，只剩下1个刘振立，3个都没有。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第3个你再看，从这一次所递补的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中央委员当中，11个当中有将近4个本来是应该轮到军方递补的，1个都没有递补，军方一通通被跳过去的。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军方的整顿还没有结束。所以如果从解放军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次人事确实是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说的政局没有大变化，原因在哪里？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个都没有动，说原先那些天桥说书的说什么哪些人会进到常委准备接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少掉1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何卫东。张升民就算升到军委副主席，中央委员会也没有补选他做政治局委员，所以政治局委员1个也都没有动。对。有动的话，大概就是11位中央委员新增补的。那新增补的当中，就是你刚刚说的，在4中全会以前来讲的话，已经有9位上将，其中有8位有中央委员的这样一个所谓资格的，他们通通被取消。所以我们应该区分得很清楚。如果从解放军这一次，当然是史无前例最大的人事的变动。但是如果从中共中央的政局角度来看的话，连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新补都没有。更不要讲常委，所以怎么称它是大变动？未来中央军委入列的那个考量会是什么？您觉得？我想应该这样来看，我们来看说，为什么理论上中央军委这么重要的一个决策机构，就军事上决策机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那它竟然呈现半数以上的出缺。因为我们仔细看如果在以4中全会以前，那9个上将还没有被公布以前的话，大概大陆的上将的编制大概有35个左右。是。那35个左右，我们如果仔细扣到有关的那9个还没有公布以前呢，有正常露脸的，有公开露面的这个部分，大概只剩下13个左右。其中有22个，要么就是不露面，要么就是谣传，要么就是应该所谓的露脸的场合他不露脸。那这些人大家会认为有事了嘛？所以理论上，如果我们看到有3位军委会的委员出缺了嘛，
如果他真的是要常态性的话，应该至少有从13位目前为止算是正常肉年有公开活动的上将当中来拔擢进到中央军委，这里面就包括像你刚刚所提的董军嘛，是。可是习近平并没有嘛，那没有代表什么？就代表说第一个军方这个整顿大概还没有告一段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新进的中央委员，军方的中央委员这一次只有所谓的出缺。从来没有一个递补，递补的全部都跳过去了嘛，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整顿也还没结束嘛，对，所以那当然第三个也代表什么？也代表习大概对军方，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牢牢掌控 ，OK，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当中来讲的话，北京在这个整顿当中来讲的话，他也并不在乎说哪一些军委委员是不是少一点，但是他知道。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够釜底抽薪，在任用新人又出现了问题来讲的话，那这个对军中的士气、对领导人的威信都是一个打击。中央不急，其他人急什么呢？哈，所以说整顿还没有结束啊，但是现在外界已经绘声绘影啊，传得沸沸扬扬。包括呢，刚才老师特别提到，还有一些天桥说书的，还包括谁呢？外媒 BBC 呢对此还下了评语啊，说信任危机，无人可用哈。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外媒真的了解中共中央，包括北京？中央最高层的思维吗？那日前呢，我们刚刚说绘声绘影的传言呢，就是一句话说张又侠要升任军委主席，胡春华来接班。这个民间的传言呢，最后证实是完全落空的。当然，也有人就说呢，这个到底了不了解中共中央的思维？你了不了解他们的权力结构呢？因为胡春华曾经被视为是团派默认的接班人，而同属团派的前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呢？在2022年中共20大闭幕会上，在全球的直播面前，看到画面上好像似乎是被请出了会场。胡春华呢，从2023年开始卸任了国务院的副总理担任第14届政协副主席，从此就没有再担任任何的实权职务。当然，现在绘声绘影呢，最后证实。确实是空穴来风啊！大使如何看待在这段期间，尤其四中全会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管尤其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哈，怎么看现在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目前的状况呢？这个流传这个新闻啊，套一句那个川普常用的一句话，对吧 ？Fake news， 假新闻，而且是海外在流传，中国大陆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太离谱了。你知道说张又侠接任这个军委主席，这是完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党领军啊，这显然没有一个常识的说法，连常识都不够。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党指挥枪，是，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党指挥的机制就是中央军委，没错，中央军委一向都是这个党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在负责，然后呢，军人的话那就是军委的副主席啊，2个副主席啊。那这次比较有一点变化，就是过去副主席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是文人啊，这次就还是维持2个都是军人这样子啊，军方出来的背景，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要不然出于无知啊，要不然就是故意在那边造谣生事啦，这个完全跟中国大陆，尤其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长期以来传统是完全不相符的。不过这也反映一点，其实现在我觉得美国人还有很西方媒体他们很多在做报道的时候他们真的缺乏对中国的认识，就胡乱的乱拼凑、乱造谣。那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常常我觉得中国大陆有的时候讲话，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话这个文意里面有些事情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 或者你要听得懂中国话，它的表面的意义跟它生存的意义。现在我真的怀疑，就是说，即使是川普政府里面的高官还有他政府里面的这个负责这个对中国事务可能极欠缺这方面的认知。那这个是非常离谱的一个谣传不过我认为啦，这个后面你说要是谁呢？这些背后是谁？我认为当然是美国啦、英国啦、日本然后这些比较在习惯于在这个台面下运作这些单位在运作，然后呢，再透过一些，尤其美国，你现在发觉有很多这些明明中国人，可是他是反对中国的，反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在那边造谣生事啦。那另外一方面，你说胡春华接班，也是蛮离谱的怎么会想到他？对，那就变成这个好像
这完全跟中国大陆很多事情它是有一定脉络、有一定传统、有一定规定，那有一定步骤的这样子的做法是完全在状况太离谱了哈！太离谱了。对，而且胡春华老早就离开了这个所谓的中央的领导班子里面了。对，那所以就会突然提到他，我觉得就是说，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就是这么离谱一个消息啊，所以从出发点是有问题的。对，从大使刚刚的分析啊，就是建议所有要分析中国政情的西方专家们呢，必须先做一件事情，先去学汉学。从语义当中呢，你要知道，除了表面上的文字意义之外，还有深层意义哈。那当然，现在这个上海复旦大学，来我们来看啊，中国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叫刘典啊，他表示说，因为这次四中全会，大家关注的还是未来5年的计划，15规划呢将会以科技创新作为推动高品质发展的核心动力，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科技这些卡脖子的领域加速攻关。那同时呢，推动传统产业智慧化、数位化转型，还有支撑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华社哈，他们就是有一个有关于这次15规划呢，你可以看到未来的科技重点包括量子科技，它的排序是有大学问的，然后生物制造、氢能与这个核聚变能等等，重点在于未来10年要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所以先前大家就已经在想说，有在谈中国大陆的科技进展哈。那上这个您预期接下来科技发展的重心跟先前的做法或者说步骤上可能会有哪些的调整或是有不同呢？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每5年的这个5年计划它非常重要，因为它也要衔接前面14、5。乃至到15有一些全新的方向。是，那所谓14、5跟现在我们比较有些差别。首先，最大的差别就是国际情势。在这次的15计划当中，描述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这个混乱动荡、大国博弈，用的词非常多哦。跟相对过去比较起来，就是自己一个见好的方向来讲，有具体诚实的指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大环境以及15计划不是处理国际问题，它还是要建造整个中国大陆的对外对内的总体性。所以这个背景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科技创新，它不只是一个正面描述，也表达了是一个具备内外当中解决问题。所以我特别关注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举个例子，首先在这里头特别提到实体经济。过去我们大家讲中国在发展房地产、金融，这些都不是实体经济，这是特别强调实体经济跟传统经济。另外我们在科技创新也特别看到一个，在前14、5的时候谈到叫做自主创新，这次提到什么叫做原始创新。这个词很有意思。原始创新，我想这表示说，我们就是了解在这几年当中，对于光刻机或等等，中国大陆过去的科技发展是全方位的，但是比较忽略本质从0到1的。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科技创新，它特别提到原始创新取代了自主创新这个用词，很值得注意哦。同时，其外我们看到像绿色经济，都知道现在像新疆呀，真的变成是当红炸死机，这真的可以说是绿能风电的极致。可是这次也特别提到。绿色经济的发展不只是环保啊、新能源这些，他特别强调绿色经济里头也要创新，也要跟科技绑在一起。你不能只有创新，没有跟科技绑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科技创新，我认为真正的核心是一如我们这几年开始感受到的，中国大陆什么东西都绑在一起，特别是军事。特别是民用、民营跟经济的发展出来技术都可以绑在一起，材料或各方面都可以绑在一起。所以我认为15当中的科技创新可不是在想掉刚刚那么多好像多头马车，最特别的是它的相互的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绿色经济乃至于扩大内需，这个巨大的4条路线的相互像绑麻花的这个捆绑，我们在14、5看后期看到。这样子的新的建设方式，而且有别于其他包括美国的各走的多头马车，而形成在这几年我们感受到中国大陆科技实力的这种捆绑性。所以刚刚何荣指出很重要，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像这次就是发改委因为是主导，这是15的这次的计划建议，所以他的这个主委在记者会上，这个郑乍杰他就特别提到刚刚何荣讲最后一点，具体指出15要完成一个。10000亿的全新的高新企业的产业聚落，而且就是从刚刚提到的那么多种科技发展当中
摆明了，而且有自信的，会出现个比腾讯、阿里巴巴可能还更大的这些的新的科技的聚落，成为实务的一个代表作或者是领头羊。我想这也显示说，中国大陆在科技发展的重心上当中，非常知道自己，也非常知道外在的环境。特别是我提到这个麻花捆绑的，有别于过去多头马车的这种试错，感觉起来在在这次的2025年到2030年之前是。它将会体现到最后我们提到的，它最后的结论提到，在所谓的这个中发达国家水平的收入，这个当中大家估算大概就2.2亿，2.2万这个美金的收入，是因为现在大概是1.6万美金，所以这个具体的无论如何排除所有外界的这个干扰的形象，还是要达到这个具体人民整个生活环境的水平。对，中美科技争霸的格局大概不会变了，但接下来就像刚才尚志哥所说的，中国大陆要告诉全球的就是呢，从0到1，我们拼了，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好，我们说中美竞争，不管是在科技，还有呢在经济，这个完全就是在经济这个竞争当中的重中之重啊。那中共中央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啊，就看到了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他阐述了15规划。有4个重点，包括了第一，就是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要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打造这个开放高地。第二个就是推动贸易发展，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而且要加大力度扩大进口。第三是拓展双向投资空间，那要擦亮投资中国的品牌。第4个呢，就是又要重视中国经济，也要重视中国人经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这个白话文就是货出得去，钱进得来。但现在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大环境，就是美中的贸易战看起来还没有进到一个休止的状态下，这样的目标要怎么落实呢？吴宇老师，我想大陆方面会认为说，现在是面临到100年未有的重大变局嘛，几个地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地缘政治让全球的这样一个原来一个稳定的体系，产生了很多局部的冲突的可能。那第二个，全球原来一个很好的供应链的完整体系的全球化，现在被地缘政治跟一个供应链的保护主义全然的所谓打破了。对，那第3个，当然川普上台之后，整个引发的国际政经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嘛。那大陆要因应来讲的话，以经济增长无非是3头马车嘛。那第1头马车当然是出口。如果从出口来看的话，很多人或许会感到意外。其实今年1月到9月份，中国大陆的出口其实并没有因为美国对等关税这个部分而产生出口减缓，它反而今年1月到9月份出口还比去年同期还增加了将近7.1%。那第2个，中国大陆去年的外贸盈余就是贸易顺差，大概首度超过1兆美金嘛。可是你看，今年1月到9月，它已经高达了将近8751亿美金了。那换言之，今年很有可能大概会超过什么？一定会超过1兆的。所以从出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美国的出口或许是减少，但其他地方的出口正在强化当中。所以如何确保出口，这个仍然还是它的重中之重。是。那第2个部分当然就是投资嘛。那投资，你看大陆方面除了政府部门投资，像雅鲁藏布这样的工程之外，最关键的是要鼓励民营企业愿不愿意投资，敢不敢投资嘛？所以说，今年5月20号，大陆公布第1部的民营企业法嘛。那民营企业为什么重要？因为第1个，民营企业占所有中国企业创新超过70%。那换言之一句话，美中要科技战，大陆想要突围，只能靠民企，不可能靠国企嘛？这怎么可能嘛？对。所以因此，那第2个。民营企业占什么？占所谓的城镇就业人口超过80%嘛。你要解决就业的问题，一定要靠民企嘛。所以投资的部分，除了政府部门投资之外，最重要的民企这些，特别是高科技这个部分，能不能自主创新，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第3个当然就是消费嘛。那消费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潜力最大，但是有时候难度也相对比较高。为什么？我就用2个数字来做个比较。中国居民的平均的储蓄率，跟美国居民的平均储蓄率大概是多10倍。
就中国来讲的话，平均储蓄将近40%，美国大概只有4%。华人都很喜欢储蓄的。对。第二个很重要的，那 GDP 的居民的消费的 GDP 占比，美国的居民消费占 GDP 占比高达将近快要70%，68.8%。中国大陆大概40%都不到。所以美国为什么贸易赤字？就讲直接的一句话，就是好吃懒做，就是怎么进口多出口少嘛。所以，但是你要让民众广大的储蓄率以及民众的消费力要提升，你就要让他有信心嘛。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未来他要做的几个，除了所谓的持续稳出口、分散市场之外，他一定要强调科技上的自主创新，才能够突破相互的卡脖子。更重要的，在有关于投资跟消费问题上，一定要能够提升得上来，才能够确保它的经济增长不坠嘛。对，所以从企业面，从这个民间消费的信心层面哈，我们进一步要来问两位另外老师哈，就是因为刚刚特别提到的是说，在民间的部分是以民企作为这个打头阵的，民间参与，然后呢，国家给力啊，但在民间的消费啊，因为《纽约时报》他们就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啊，他们用他们的报道说呢，这个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面临几个问题，像是呢青年失业问题，还有社会福利的体系趋向薄弱，再加上这个是全球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口的结构哈，老年化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四中全会虽然没有强调这个中国人人是要发大财的，因为刚刚讲说货出得去就是要出口啊，钱进得来，但是呢，人要如何发大财呢？那重申目标就是呢，在2035年要让人均 GDP 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啊，这个金额大概是在2.5万到3万美元之间。好，说到了当这个民间消费是来自于对整体经济环境的信心啊，社会必须要刺激这样的买气，但是动起来的关键会是什么呢？大使，我想现在这一次15.5啊，它是一个承上启后，承什么上呢？承14.5，那么启后是16.5啊，那16.5是2030到2035啊，2035就是达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承上启后阶段。在这个部分，我认为他强调了最重要的几点就是要补短板，科技尤其在科技方面这一些还被人家卡住脖子的地方都要致力的所谓的要抓创新，要研究，这些部分。所以还是科技兴国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在过去在14.5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严重，可是到15.5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发展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尤其西方国家预期，尤其美国就出手压制，尤其是在科技各方面压制，所以这个方面很强调这种科技创新，对，自主的能力。另外一个强调新质生产力，因为中国大陆也已经很体会到了，就是说过去完全用这个劳力密集的这种优势来抢占国际市场来做成这个主要出口项目，这一个阶段它迟早要过去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从事，我们台湾用一句话就是高附加价值产业，也就是说这一些产业投资跟它的报酬率是相对提高的，也就是说这个生产力要提高，生产力提高，那就是说做比较中高阶的产品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产品，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了。那第三个还是强调制造业，那可是呢，他这边很强调一个就是市场机制跟政府的这个有能这两个中间要做一个怎么讲，要做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不会放任市场完全怎么样自主的发展。然后呢，政府不做一个做一个裁判者，或者是一个控制市场机制发展，免得流向于什么呢？免得流向于你的社会资源财富过度集中。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新出来的问题，这次也特别提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内卷问题。对，就是说这个彼此产业，中国的同行业产业彼此之间内卷的太厉害，内耗太凶。那反而削弱了在海外的竞争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15.5它基本上是针对当前的情况做了非常明确，而且非常看起来对症下药的一些目标的设定。未来5年就往这走。那接下来就变成就是说，
接下来的16.5的话，那就是要冲到要收官之年就2035年了，那就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纽约时报》把这个2035年啊，这个所谓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定了25000到35000美元之中。他们算一算，这样算的话 ，GDP 是美国的多少？已经超过美国。看看中国，想想美国，不，已经超过美国非常多了。对，那事实上你要到了25000到3万，台湾现在差不多也3万左右啊。那事实上社会上就是已经相当进步的这个情况了。是，而且这个总额算起来乘以这个14亿人的话，那你看 GDP 总额是然后超越美国了。所以这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蛮务实的。也就是说，也没有忘记这个国家基本上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必须要照顾到所有的人。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要必须照顾所有人，而不是资本主义。你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美国是路有冻死骨啊，然后这个朱门酒肉臭。你看他满街那个 homeless， 然后丧尸，很多大城市都这个问题。是，你看川普怎么解决？川普是用警察把他们赶走，有说分一碗饭吃给他们没有？川普现在对于美国的所有的市容的不满，他都会用军队把这些人赶走，赶到哪里不知道。对，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现在看到美国这个川普的做法似乎也在做一些调整啊，就是他也发现说，原来资本主义也不是全面的这么的好啊，所以他就特别刚刚讲说，市场的部分的话，大陆方面可能是不去干预，但是呢也不会去放任。但是民间的消费信心啊，因为还是回归到说这个消费信心要如何来提振，怎么样让民间的储蓄率的这个部分，因为真的很高，但是怎么样让这些钱能够进到市场，这个是迫切的关键。我想，其实大陆长久以来对于所谓扩大消费，它有更重要的战略叫做扩大内需，因为中国大陆在建构所谓的内经济循环里头。这个大架构还是内需，而消费是其中的一块。当然，消费当中会刺激很多的这个部分动能，所以呢，所谓这个消费的心态、消费的实质中间要有消费的信心。好，过去为什么能消费？因为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大家都有房子嘛，然后都投资，都觉得房子在看涨，股票在上涨，所以大家觉得未来会很有钱，所以大家狂消费。所以现在很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已经，特别是在这次15计划当中去掉房地产了，去掉这些非实体经济作为过去仰赖的重心。好，你没有房地产，让人们觉得自己有钱，未来房地产上涨，你怎么刺激消费？所以现在难就难在，就是现在既然就是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你要把原来的房地产这个心脏换掉。换成科技创新，那你怎么做？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中国大陆已经在做，在这下半年2024已经在实行，就是如何把科技创新的应用场景能够体现在不只是制造业有机器手背，你甚至更渗到人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在刷短视频，经常会看到，觉得哎呦，怎么那些机器人都到处在跳舞，到处在一些表演？你们觉得说很荒诞？没有，其实他们就试着要把这些 AI 科技机器人慢慢的降落，渗透到包括娱乐文化的场景。我最近看到机器人已经在一起表演京剧了，是真实的哦，在实验，可是他做武生在翻滚，所以这里头你可以看到各种的实验开放的融合，就是要把科技融化进入到一直下降到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的水平。对，更不要说科技当中去改善医疗，科技去改善周边的，让大家少花钱。比如说高龄社会里头，医疗做得更好了，你少省一点钱，少花在医疗，那你就有更多钱可以消费。所以这种全套性的部分，就是如何换科技创新作为新的消费动力的核心。还有最后一点，我这次在15看到当中叫做流动，因为跨产业当中所谓消费刺激就是流动。这里头我们不要讲说科技啊什么投资，我讲一个部分，就包括现在知道青年失业都在外面创衰，所以这次隐约看到这个流动，比如说让青年下乡。比如说像新疆那么好发展，西藏雅鲁藏布江，西藏最近都是香饽饽，这可以使得很多原来在城市当中的青年不只是回家返乡做，所以他就可以到更多的地方，科技创新的边陲地带一起流动，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所以这里头也会造就了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头，最后在新疆里头还是在淘宝消费。对，所以电商的各方面原有的强度刺激消费的东西一定会加码，难怪马云回来了。对，所以这种方方面面的已经看得到，这不只是一个规划，
2024年已经看到很多实验，2025年会进一步的落地，刺激消费，刺激内需。所以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哈，美国也是如此啊。要怎么样能够赶快来提振经济啊？这就要跟我们等一下要来聊的，就是马上要登场的 APEC 2位老大的会面，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您继续回来。这个阶段我们来看的就是川普他已经要进行亚洲行了，因为在第2任期他的第一次亚洲行，这次呢要飞到马来西亚，还有包括日本，最后到南韩去参加 APEC。美东时间24号，川普是在晚上11点出发，在北京时间的10月30号，因为这2天也听到白宫发言人说啊，30号这一天呢就会来个元首会啊，这个川习会会登场，但是到底会不会碰面？目前中方这边呢还是3缄其口。好，综合澎湃新闻这些路媒的报道哈，大陆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呢也被问到了，说 APEC 期间呢，中美2国的元首哈，2位老大要不要见面啊？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并没有直接回应，只表示说呢，中美双方就2国元首会晤保持着密切沟通，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中方将会及时发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在 APEC 这段期间，川普访问亚洲的这一段时间啊，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呢？是万圣节啊！我就想到万圣节一句口号，就是 “trick or treat”， 不给糖就捣蛋。所以中美双方现在逻辑都是如此吗？一直压着按兵不动啊！中方尤其说，我们还没确定哦，这个部分怎么看，大使？我想基本上现在应该就是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在马来西亚的谈判啊，他们先谈，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不过就郭家坤啊，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的讲法已经有微妙的变化了。他之前会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提供，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一次的表示哈，就里面就有玄机了。他直接对这个问题答，他说中美2国就中美双方2国元首会晤啊，保持密切沟通，是双方正在沟通这件事情，沟通到最后一刻。他连就说他之前连有在沟通他都不提，对，他现在承认有沟通。他说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中方将及时发布。这我们来解读，就是说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谈判，在安排当中。那如果有进一步消息，我就让你知道；也可能没有进一步消息，就是黄掉了。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大陆吊这个川普的胃口啊，真的吊足川普胃口。川普24号，也就是今天，应该是他已经上飞机了吧？应该差不多。对，上飞机这个之前的话，他还不晓得见不见得到习近平，所以就变成就有点像让我想起来以前陈水扁啊，那上飞机以后啊，然后那个记者问说，报告我们要飞到哪里？下一站在哪里？结果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就记者就说这叫盲流，这是一个。那川普这个上飞机很符合川普的风格，他就喜欢唬来唬去啊，装神弄鬼的。这次他自己饱尝这个这次我觉得他自己真的冒了一个大险。如果说习近平不见他的话，他的国际声誉就是太没面子了，在美国他也的声誉就垮掉了。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卡在几个关键问题啊，中国大陆要美方答应的部分美方还没点头。你觉得哪个问题？哪些？我觉得很多问题第一个就变成就是说你那个谈好的事情，不要事后再继续来怎么样改变，出尔反尔。然后你那个100%的关税的话，你不要提了，关税就是照9月14、9月15上一次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谈的，是维持原状那你要中国大陆买这些黄豆然后这个中国大陆在稀土的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大陆顶多在黄豆上面对美国有一点怎么讲呢？正面的回应。那外传就是说有关台湾问题要美方表态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很有可能，因为现在美国不管是我们前一阵子兰德公司也好，还有最近这个Times 杂志也好，都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很突破性的看法。没错。这些我认为都是一种迹象了。兰德讲得很清楚就是美国要支持，要站在中国大陆这边
用渐进方式来统一。对，大使，您提到台湾问题啊，我进一步请教吴越老师啊，因为这个北京据传说呢，在华府就要求华府在声明当中，接下来呢，川习会呢，他们要加入反对台独的这个内容啊，这也被认为说是这次谈判的核心诉求之一。当然，川普呢，他有一个最新的对外表示，在上飞机前，他也被媒体问到了，他说他会跟习近平谈到台湾，可是他的语带这个保留的是说呢，他说我很尊重台湾，这真的是说的模棱两可哈，尊重台湾跟到时候怎么谈台湾议题。所以吴越老师，您觉得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的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声明，一个是反对台独，一个是向来的不支持台独啊，这一次会摊牌吗？我想会不会摊牌取决双方的互动嘛。那台湾问题应该算是美中关系当中最关键、最敏感、最核心的议题。对，所谓关键、敏感、核心，就是美中不会因为科技、贸易、新疆、香港问题的误判而开战。美中很有可能因为台湾问题误判而开战。可是台湾问题在当前的美中关系里面，并不是最优先、最迫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部分，它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它的迫切性，要做适度的区隔。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话，那中方一定会表达他对于希望美方能够把传统的不支持台独更进一步的能够强调所谓反对台独嘛。那当然言语诉求，中方会有这种诉求是可以理解，甚至也一定会要求美方也要支持中国的统一嘛。但是中方更关注的一定是什么？重点不是你怎么讲的问题。重点你是怎么来落实、怎么做的问题。因此，未来的美台关系是怎么样来推展？怎么样的美台关系在美中关系这个太平洋大两岸当中不会有误判，不会有所谓分歧，不会产生一些所谓意外，这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如果很客观的讲，如果美中关系就台湾问题怎么样来避免误判？怎么防范意外？怎么能够有效管控这个分歧？如果要达成这一个部分，显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想在美中之间针对台湾的一些包括重大的议题，想要获得的成果跟进展，我短期内看不出双方有这种可能。但是在您刚刚提到，就是不支持台独跟反对台独啊，光是这个改变上面，可能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一方面，正是因为他是川普总统，所以有可能做这种交易；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他是川普总统。所以有时候讲话也未必完全可信的。了解，所以这个交易的逻辑哈，因为川普不是有一本交易的艺术嘛，这个背后交易的逻辑，而且他特别强调是大交易啊，而且还特别在行前呢，透过白宫不是说了吗？希望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对话哈。所以上这个您怎么看？因为风传媒整理报道说，这一趟亚洲行啊，被白宫是视为是重塑川普第二任期国际秩序的重要节点。因为这次也看到了 Bason 也随行出访啊，在马来西亚先跟何立峰来会晤，为贸易的谈判来铺路。而根据行程呢，川普是先在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总理会面，然后再到东京跟刚当选的这个高市早苗首相来见面，最后是到了南韩跟李在明讨论汽车关税。但是关键点还是在于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面啊。没错，其实现在这么样的定义高格调说川普此行会把他的印太新秩序建立好，是什么新秩序？是这样吗？首先，我们现在来看，长久以来美国包括在川普前的印太新秩序，印太的这个秩序怎么建立的？首先，最核心是军事力量，特别是在日韩、菲律宾这种包括台湾的这个部分的低岛链的这个部分结盟。第二个，还是在传统在美元美债的所谓的金融经济的框架，全世界流动，而且这里头包括货币的汇率的施压等等，这是它的第二个武器。第三个就是比较新的关税战，在川普在的这其中哈，然后其他的部分，无论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区域组织的加盟啊等等，这都是政治手段，基本上很少美国给钱，都是给一些 speech 而已。当然，我认为这一次我有看到还是最新厉害的，就是稳定币。我觉得稳定币的部分是过去从来没有，是川普就任之后，而且现在看起来确实一个大杀招，是配合美元美债多了一个稳定币。特别现在在东欧还有亚洲地区当中，为了要回避正式汇率当中大幅度的金钱，各国的货币流向稳定币，甚至开始解决美债。所以中国大陆为什么马上终止了
包括原来香港严厉的稳定币的条例，而且也终止了包括阿里巴巴跟腾讯本来在下个礼拜就即将要发行稳定币的计划全部停，因为发现这可能是美国现在很新的亚太新秩序的金融战略手段。所以现在我们看，那能不能形成新的呢？在这个框架上，我们看了半天，好像也没那么容易。不是川普去损残罪走一走之后，谈一谈签就完成了。因为最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新秩序，所谓秩序就是要有 sequence， 有个顺序。以我讲中国大陆来这次15比例来说，中国大陆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制造大国，15我们看到它要变成科技强国。以前是世界工厂，15之后要变成全球的产业链的链主，这个就是我们感受到的这个所谓的新秩序的轮廓，目标清楚，顺序清楚。对。可是，在美国，我们刚刚讲，虽然军事这些，可是你说谁是破坏这个秩序跟 sequence 的人呢？就是川普嘛，他是调来调去，改来改去。所以你真正要完成一个秩序，你首先川普的思路就要有秩序，否则底下的爪牙们也很难推动。军事推动了，又突然被你刹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包括现在的很多人士有很多的部分说法，单最重要，亚太新秩序的关键，共众所接任是台湾，特别两岸的敏感，台湾会是川普亚太新秩序的核心点。然后刚刚吴长老师所提到，吴岳老师所提到的这个冲突点吗？迫切点吗？跟中最后是一切的支点吗？看起来不见得哦。所以这里头看起来，我觉得这此行的亚太新秩序还是海市蜃楼，还要努力。就是亚太新秩序哈，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简单逻辑就是在全球称霸，包括连印太、亚太地区都要称霸，当霸主。但是呢，会不会像以前一样，还是一样永远当老大？可能吗？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呢。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的是 APEC 的川习会啊。这次呢，虽然川普在行前说首要跟中国大陆谈的就是芬太尼的问题啊，但是你说稀土谈不谈呢？大豆谈不谈呢？当然也可能会谈啊。这大陆商务部呢，已经对全球发出的这个稀土出口管制公告第61号的第6条就规定，境外特定出口经营者申请两用物资，也就是民用跟军用，那当然多半都指的是稀土啊。这个出口许可的有关文件都要以中文为准。现在不但是要学汉学，还要学中文啊，因为呢，申请表格你必须用中文填写，否则不过关。好，那么最近呢也看到了，川普和澳洲总理 Albanese 呢在20号正式签署了稀土与关键矿产的合作协议啊，计划的总额高达85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2600亿左右。川普也表示呢，美国希望并且正在积极建造一条不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而且他也预告，他说1年后，美国的稀土和关键矿产将会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听听他的话，真的是很夸张哈。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川普一定要这么说。这个是2024年全球稀土量跟冶炼能力的对比啊，你可以发现呢，在2024年产量全球占比啊，中国大陆的稀土全球占比是70%，美国12%，那澳洲呢，就刚刚提到的啊，跟美国来签署协议的，这全球是3.4%，加起来也差不多是15%而已，跟中国大陆的70%还是差很远的。另外就是缅甸了。好，另外呢就是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常讲说稀土其实在半导体方面非常重要，在整个供应链你也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占比呢，大概都是超过了50%，甚至是6-7成以上。好，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来晶片制程当中稀土应用的流程啊，包括矽晶片，包括前工程、后工程啊，这相关的工序哈，其实跟稀土的冶炼过程很有关系。现在看到了说，美国找了澳洲来合作，但是稀土的关键在于精炼造成的环保问题，这个部分我想问的是，澳洲会帮忙解决吗？那么这个问题是澳洲有能力解决吗？想也不一定有能力。其实刚刚在何荣我们看到这些资料里头还蛮重要的，不只是这个比例，其实还包括了刚刚讲这里头非常非常关键，对于军用，对于包括半导体非常关键的重稀土的提炼，因为非常非常难。
因为它的提炼是包括它跟氧化跟这些矿物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副金属，也往往会跟主金属。我们比如说先前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材料，它是要在提炼铝的过程里头顺道提炼出来，所以它其实很复杂。川普会讲这话，就表明他真的不太懂稀土，或他装也可能装。对于稀土产业的这个技术的难度是如何的难？如果这么容易，其实美国是现在才知道稀土的问题吗？不知道，已经很久了。拜登时代就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攻破？而且美国政府过去也不愿意自己拿钱来投资，是叫大家来投资。但是现在终于啦，还是有点突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的出钱投资了 Material AP， 是现在来讲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稀土有提炼能力的，但是还没有到能够提炼重稀土。包括不只是刚刚澳洲，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是现在他就紧盯着巴基斯坦的合作，因为巴基斯坦也提炼稀土，据说目前除了中国之外，拥有中国可能有最好的技术提炼能力的部分就是巴基斯坦。所以最近美国为什么把印度踢到一边，很大的原因其实是为了稀土啊。所以在这个描述过程里头，我觉得它的最大关键还是要看现在中美对于稀土战这件事情不太一样。以美国来说，它什么都要。对他来说，他的产业里头，科技也要，军事也要，而且他的军工全部被卡住。但是中国现在在所谓，我想我们看到他的宣布里头，民用跟军用是泾渭分明的。乃至这稀土禁令出来之后呢，商务部很快就发缓和说，民用或商用的部分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有些缓和。可是军用它咬得很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对于军用民用是两个不同的圈圈交集起来的。比如说川普要的，美国政府要的是全部都包括，可是中国来讲军用是切开的。也就是这次包括川习会见面当中，美国要的稀土跟中国会给让的稀土，难道都依照美国？我认为不可能。对，而且我们要知道，在稀土政策这件事情当中，中国不是准备你这次美国骂我才准备好，中国已经准备了多长？我认为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包括研究如何对抗美国战略。所以在这出来的部分是对全世界震惊四座的，真的是定海神针和孙悟空的那一根。所以现在丢出来之后，也影响到整个欧盟，包括其实安氏半导体的部分，会触动有关于包括对荷兰的这里头就是稀土。也就是说，这点不只是美国哟，中国大陆现在拿出来，除了美国，还有包括欧洲针对性的荷兰，以及会不会影响整个欧盟对于半导体结合起来跟中国大陆造成制裁？美国制裁，欧盟制裁跟半导体，那中国有准备好用稀土这件事跟全世界为敌吗？对，我觉得这里后面还有很多战略思考，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思考。相较之下，美国的需要其实是比较单纯、比较直接的，就给我。可是中国在用稀土政策后面的调整当中，你说只是迁就川习会这么表层的东西吗？没有，更深入、更层次，包括欧盟全部的策略。我甚至认为中国大陆都已经思考准备好了。对，因为稀土本身是一个根源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讲说美中的科技争霸，其实关键材料，尤其是稀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个除了稀土以外呢，会不会谈大豆？一定也会谈啊。最近也看到说，南华早报也报道说，美国的一个航运公司啊 ，Mason， 那他们的一艘这个货轮呢，叫曼努凯号，13号抵达了大陆宁波，在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当天就进行卸货，结果就被收取了446万人民币的费用这个大概是62万7千，将近8000的美元啊。那么业内普遍认为呢，这是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之后第一个被处罚的案例。而《纽约时报》中文网则报道说呢，目前有将近700种的美国药品至少使用1种只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化学原料。那最新的数据在中方这边海关总署也公布了，今年9月份呢，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从去年同期170万吨，现在完全归零。9月份大豆进口总量是攀升到1287万吨现在呢，不跟美国买，那跟谁买呢？包括像是南美洲的巴西跟阿根廷都成为中国大豆的新采购来源。所以接下来大家看的是，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包括药品所以大豆之后，现在包括像药品跟化学材料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吴岳老师，您的观察？我想，像美中如果双方谈不定，当然从稀土到农产品，到有关于化学的我们所讲的原物料这个部分，都一定会成为重点。稀土其实开采并不难，稀土的关键在于说它的精炼是比较困难的。那这90%的精炼都是由在中国大陆来精炼，就算其他国家开采，你也必须要送到中国。澳洲也是精炼一样。那第二个，现在中国在很多的做法上也在学美国，
就长臂的管辖权。所以你看它稀土，重点不是中文的问题。重点在于说，凡是不仅是境内管辖，境外稀土出口到外国，你有使用到一定比例的所谓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出口的稀土跟技术，中国通通纳管，所以它也在进行所谓长臂管辖权的问题嘛，所以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都彼此之间的博弈嘛。大豆的问题，我觉得说应该是只要美中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好解决的。因为去年来讲的话，美国出口到中国到大豆占美国出口还有51%左右嘛，那现在降到0嘛。所以这只要美中能够谈定，我相信大豆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只是因为大豆本身的生产的地方都是川普的主要的所谓选区，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方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谈判的要点嘛。那当然，你刚才所讲的，川普想做几个什么？第一个，他想做半导体嘛；第二个，他想做晶片嘛；第三个，他想做 AI。这3个大概还有军工企业，这4个大概都是跟稀土境内有关。那第二个，川普一定想做什么？想做汽车嘛，想做制造业这个部分嘛，想做所谓造船嘛，这个部分也跟稀土有相关。那第三个，川普想做什么？川普一定想做有关于医药这个部分嘛。那医药这个部分当然原物料会有相关嘛。所以美中这个部分，它的所谓全面性的这样一个博弈，它目前为止仍然还在博弈持续当中。双方都是累积实力，而且双方都已经去运用到长臂管辖的部分了。那双方也大概都知道说，这个东西都是主轴。但是不破是底线，因为一旦破的话，对双方的承受度、冲击度非常大。中方现在就是如法炮制啊，美国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那打大豆的，因为大豆跟民生相关哦，你知道大豆这个所使用的相关的一些衍生性的产品非常的多哈，而且呢，讲到民生呢，10月底啊，因为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万圣节哈，现在你知道吗？一顶便装帽子呢，这个要价是30美元，大约台币是1000块钱哦。天哪，很难想象哈。那美国90%的万圣节商品呢，都含有中国大陆制造的零件。有一家这个万圣节用品的公司老板就表示说呢，大部分的儿童服装价格有可能会上涨3到4美元，成人的这个大人的服装哈上涨5到8美元。另外，在北卡，那这是全美家具之乡啊，北卡罗来纳州一家这个家具厂的执行长也说，这个产业的利润呢，通常都只有4%到5%，但是他们已经连续5-6个月吸收全球关税的1半成本，现在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所以呢，最终这些成本，抱歉，还是得转嫁给消费者。好，现在看到了，川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战开始出现的效应，已经逐渐深入到是美国民间啊。可是单靠他现在要补贴啦，关税的收入 cover 得了吗？大使？应该是没有办法 cover 了。基本上关税都是转嫁到消费者的，就是说这些进口商啊或中间商，他只会消化一部分，他没有办法全部消化，而且可能就一段时期。对，有人算过，大概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80%，基本上都是由消费者来转嫁。那事实上你算一下，现在美国大概给他的进口东西平均的进口的关税大概加到20%到25%了，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说，这25%我们就算一个8折好了哈。如果是20%的话，那16%。所以美国的这个各种物品它可能要增加16%，那最后由消费者负担。那现在问题就变成，他如果把中国大陆的这次没谈好，中国大陆所有物品变成100%的话，那基本上的话，很多货品会缺货。而不是说这个会涨价的问题啊，这个根本就不会进行交易了。那问题就变，我们现在是讲这个 Halloween 嘛，10月31号，接下来就是 Christmas 啊，10月25，那再加上10月25长假以后的 Back to School 哈，它都是一个采购的一个采买的一个高峰。那如果说这一次没有谈好的话，中国大陆对美国进行全面断供的话，那美国的整个的那个消费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震荡。这个政治效果的话，这个川普。